好顺，好顺，好卷，而且哦，哇，哦，有一，走。What's up？ 欢迎来到装逼日子，我是装逼哥阿 P。今天要跟大家来开箱Daiwa 2021年Tatula 400。我们日本的双轴卷线器市场一直都缺乏一颗强力的大龟。今年2021年是个大雾的一年，Shimano家要出一颗红蝎 MD 之外，Daiwa 的部分也出了一颗超级大龟的规格。那这颗基本规格上面来讲呢，Tatula 有分300、400，然后它 Gear 的话就是300有2种，然后400也有2种。Tatula 300的部分呢，它的线容量高达3号285，然后400的线容量是高达就是5号可以装到215mm。然后这颗卷最厉害的地方，除了它的线容量之外，它的刹车除了它300XH 41公斤之外，它其他全部的刹车都是13公斤。那其实呢，像这种双轴卷线器的话，它的刹车是出现顺畅的话，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打个8折。所以它讲13公斤的话，刹车可以就是很顺的这样慢慢拉出来的话，我估计的话应该是8公斤、9公斤左右。所以这颗其实已经有给好给足刹车力。如果各位喜欢上卷多的话，像它300XH 的话，它卷一圈上卷可以到109公分。阿聘哥这次买的是400H， 那它上卷一次也有95。那这颗其实阿聘哥准备就是要来暗抛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在2021年的部分都有搭载一个 Hyperdrive 的技术，然后这次的 Hyper DG Gear 的部分的话，它放弃的就是我们现在现行比较流行的，例如说像 Shimano 还有阿普的 LX992，他们是采用就是微齿，然后去增加它在卷线的时候的柔顺感。它撇除了这个，而是做了切合，让它的实际卷动更紧密，而不会让你有一些多余或者是力量浪费，会让你的手感跟你的力量更直接传导在你旋转线杯的时候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其实跟之前的Tatula比起来，其实就有非常大的显著的进步。像我们旧的Tatula的话，可能会有些咔嗒咔嗒的声音，就是可能是它齿轮间的空隙而造成这些声音。但是在卷这颗新的卷就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颗卷。那我们这颗卷呢，虽然它的线容量超级大，但是实际上它的 size 做得非常的紧实。那它这颗的 size 其实外观来看的话，它就跟我们暗抛神龟阿布加西亚的 WM50的大小差不多，但是它的线容量却是多了许多。它摒弃了我们原本Daiwa卷线器常用的 Zero Adjustive， 它还是有一些空间让你可以调整你的机器刹车。像这种大龟在碰到一些逆风的环境的时候，更多的刹车选择，可以去克服你的抛投。线杯我们来量量看重量。哇，这颗线杯超级大。这颗装满线前，它大概是30克左右。然后我们装满5号的 P 线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重量是多少。58克。Oh my god， 超重！它的线杯这边它其实是固定的，但是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它对抛投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就是不会有感觉很拖的感觉。好啦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去外面试头看看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来测试Tatula 400，然后测试它抛投耳的感觉。那其实专门哥买这颗可是用来暗抛用，但是因为其实主要这颗吼，应该蛮多人关心，是因为大耳关系，所以今天测试呢，主要呢是以铁板为主，然后装逼哥用暗抛杆，然后丢大概30、40、60克，因为装逼哥杆子大概只能吃到80克，所以应该是我可能测到60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还会再测试，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大的米诺，然后也是可能是从28克、40克再测60。那当然，因为这是大耳杆，所以装逼哥也带了怪物杆来，会测试一些我们大耳的抛投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测试我们30克铁板哦。今天用的吊组主要是5号线，PE 5号，然后8边枪柄。暗抛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它可以装很长的前导线，所以装逼哥的前导线大概是5旬半、6旬。那以装逼哥的身高来看的话，就是大概7公尺。然后先来试抛子，那我们先投30克哦。
哦，好顺，好顺，好顺，好卷，而且哦，哇，哦，哎，其实昨天在晚上测试的时候没有感觉，它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它因为它的那个 Hyper DigiGear 的关系，它其实它的卷起来感觉很扎实，超扎实。因为装逼哥之前拿的是 WM50，然后还有Big Shooter， 那其实没有这么扎实的感觉。我们再试抛一次哦。哦呦！啊，这颗卷哦，我觉得装逼哥这支杆子可能撑不住哦。16，我觉得现在它的刹车还是太强。我们再把它关小一点。哦，这个感觉很会飞哦。哇，飞好远！哇，这卷起来真的是完全无违和感。哇，好猛哦！我觉得这个硬拖都可以很厉害。我们先试试看啊，先试试看它刹车可以开到多少。开到10看看好了。哇，完全不会炒粉 ，Mega Force 很猛哦。再降一点，8试试看。铁板太小，看不到那个，所以最后落水时机抓不准。装逼哥会把它开到10、9好了，10好了，然后用力吹，然后再用我们计米去量看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丢咯。然后因为这边比较浅啊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什么地形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所以让它深度有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它就很浅，所以先把它归零。对，大概63公尺。好。那我们再试一次哦。把视线收一收，然后归零。64左右，这么大的龟，飞60几还 OK 啦。那我们接下来换40个铁板。试试看，这应该可以飞更远。其实我觉得那个10跟8距离好像没有差太多啊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开10比较保险一点。好，试试。好，我们来测距离哦。好，视线收齐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试哦。我们推60，我们搞错。视线收一收，再一次。66。我觉得应该可以飞到70呢，可能要再跟他熟一点。现在没有很熟，不敢乱吹。那我们再吹一次好，我再把刹车开小一点。71，我们来试试50克哦。
这支杆子因为是吃20到80，它那种我觉得40克以上就有一点辛苦了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测到了。对，61。再一次，这是杆子的关系啊。如果再硬一点，杆子应该可以飞更远。对，请包涵哦。看，怎么弹不出？画不出去那个幅度啊！哎，60克的铁板，60克，96克。所以就是在那种一半的地方，尴尬的长度。50，因为这支杆子50是飞得最不远的。好，学到了。所以我以后用40跟60就好了。73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换28克的米诺。我们先换30克的米诺好，因为我好像没带20几克的。没关系，因为米诺的空气阻力比较大，所以抛头那个应该会不太一样。真的，要调大一点。这种都是小草啊，小草是小草，可是要炒就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个丢30克的应该有点拼，我一口气把它开到16啊。这应该都是40克、80、100左右那种大米诺。这个抛30克，好，可以，刹车开大一点就好了。距离应该都不怎么远。海卢的米诺不 OK 哦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，43左右。40克米诺就有点可以半甩出去，我们试试看。有时候。50左右，好，换60克，我们再量距离。54，为了测试，双 B 哥连大耳都拿出来了。为了不枉费他大耳杆的名号，我把我收藏已久的帅气大耳，原本要去白甲干的大耳都拿出来了。还配怪物杆，看到没？多有心！这种频道是不是更应该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大鹅。哎！哦！完全就是大耳配备，大耳丢起来好爽哦！30几公尺啊！哇！他们在船上怎么可以丢那么远，超厉害！What's up？ 结束我们试头啦。那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对这个卷有没有更多的了解？那经过阿片哥试头之后啊，它这颗其实有更改一些不错的地方。那像是它的 TW wing 下面出现的部分，它其实做了其他的那 W wing 的地方还宽。其实以前就是在 TW wing 的时候，如果你线粗一点的话，其实都会有那种卡到的感觉。
那现在的话就完完全全没有这个卡到了疑虑，其实卷起来很顺，因为这颗其实它的线杯搭载是43mm的，那43mm再加上线装满之后，它其实线杯其实蛮重。这颗装逼哥在试手的时候，其实觉得如果饵越重，它的抛投感觉会更好，飞出去一飞复返，大概是在60克左右就有那种可以丢很远的感觉。它的抛投其实从30克的铁板开始，它的抛投的感觉就非常的顺畅。但是像我们丢那种20几克的米诺，事实上它的抛投感觉不是那么顺畅。那当然其实有克服的方法，比如说你可能线不要装那么多，或者是你线用细一点，这都是可以克服。但是可以丢20几克的米诺，就不需要用到这颗超级大龟。所以我是认为，如果抛20几克的米诺的话，大家可能就是还是用小1号的卷，其实丢起来就很顺。那这颗的卷的话，装逼哥大概是会建议是可能30克以上左右，然后米诺的话更建议就是可能更重一点，可能40克左右的米诺装满线的话，用这颗丢的话，它感觉就会非常的好。好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